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最近正在玩什么游戏呢？可以弹幕或者评论走一波。截止2020年3月，国内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32亿，游戏载体手机端早已经超过了 PC 和主机。作为 PC 界的老大哥联想，在 PC 领域多次蝉联季度全球第一。拯救者系列笔电呢也一直表现都不错。今年啊，随着漫长的预热啊，终于在7月22号正式加入了游戏手机的战场。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发布，可谓全身鬼才设计啊！这应该是下半年我第一个想给它做一个测评的手机。机圈的很多小伙伴也都说，终于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了。当然还有前后脚发布的 LG 游戏手机3，它们俩都是865 Plus。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拯救者，顺便对比一下 LG 3。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我们手里这台是炫蓝冰刃，整体黑蓝的配色为主，两条蓝色细线环绕中框一圈，随着光线变化，蓝线深浅也会随之改变。好看是好看啊，但是有点硌手，毕竟棱角太分明了。质感方面，拯救者和 LG 3对比呢，个人感觉精致感上还是 LG 好一些。整机重量呢是239克，挺有分量。左侧和底部呢分别有一个 C 口。实体按键全部在机身中部，背部也有一颗信仰灯。有人喜欢看灯效，有人觉得关了省电。LG 拯救者 ID 方面，你更倾向哪一个呢？拯救者这边由于全对称设计啊，赠送的壳呢也是完全对称的。息屏是拿手机经常分不清上下，不过好在有息屏显示功能，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侧边的升降模组呢是由亚克力材质组成的，指纹不易清理，而且敲起来有点空空的感觉。你甚至可以用手把它直接拉出来，要是忘记按回去，不排除一不小心把它折断的可能。相比之下 ，LG 的设计就传统的不能再传统了。如果取消掉这个信仰之眼，你说它不是游戏手机也没啥太大问题。游戏手机当然得有顶级性能啊！这台拯救者865 Plus 144赫兹的高刷，244赫兹的采样率，16加上512G 的黄地板。注意，普通版是8+128起步的 ，LPDDR5 加上 UFS 3.1，能上的都给你上了。除此之外，它还锦上添花的加入了 NFC。你可能不知道啊，它是第一台搭载 NFC 的游戏手机。865 Plus 究竟有多强？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我们体验时的系统版本的尾数是113，3D Mark OpenGL ES 3.1以7714分拿下榜单第2名，第1名是 LG 3的7861，12加上128G 的版本啊。3D Mark Welcome 跑分中呢7020，Geekbench 5中拯救者单核性能987分，多核性能3423。安兔这边634000多 VGDR， 第1名则是 LG 3的643676，12加上512G 的版本。持续读取速度呢是1690兆每秒，持续写入速度745兆每秒，随机读取速度呢209兆每秒，随机写入速度212兆每秒。综合水平呢算是中下游，表现一般。LG 3这边的读写优化呢要好于拯救者。在小白测评新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之中，拯救者 Pro 总共耗时102秒，排名第4 ，LG 3这边110秒。实际游戏帧率表现方面，我们同样对标 LG 3，拯救者和平精英 HDR 高清加极限，平均帧率59.85，平均波动0.32。光明山脉这边平均59.3，波动5.87，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啊！登顶小白测评数据库大型游戏帧率第1名。LG 3的和平精英平均帧率59.77帧，波动0.43，光明山脉49.49，波动48.73。对于865 Plus 的前期打磨上，拯救者 Pro 目前稍胜一筹。发热方面同样是游戏体验的关键，因为买游戏手机都是重度玩家。和平精英环节机身温度最高到了45.3度 ，LG 这边47.3度，两机还算可以接受啊。拯救者的 TAT 中置架构和 TSL 双刃散热系统，在体验过程中感知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发热点集中在机身中心一圈，你正常横向握持打游戏，手一般在背部的两侧，所以感知热度并没有那么明显。同类型的内部设计还有黑鲨的中置主板结构，我可能没有那么凉爽，但是我想办法让你摸不到就行了。
联想还用了名为悬浮阻热结构的设计，好处就是打游戏的时候手指会触碰到机身的中框，因为它是金属的嘛，这种阻热的内部结构设计就可以避免热量向四周边框倒，更不容易感受到中框上的温度。但是如果碰到像光明山脉这样需要性能一直火力全开的游戏，该热它还是热，它毕竟没有风扇外设辅助嘛。865 Plus 的最高主频也达到了3.1 赫兹，也非常高了，中心点甚至能够飙升到55度，几乎满帧的光明山脉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过中肯讲啊，这两台手机在我们日常主流游戏的体验之中控制的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游戏手机和其他搭载同样配置手机的最大区分点，除了这个充满游戏感的外观 ID 设计，还有就是辅助按键了。拯救者除游戏外的任何界面，双手按压超声波按键就可以直接进入游戏模式，按压力度还可调啊，我用的这默认就很好。拿黑鲨3 Pro 对比啊，两个升降实体按键因为长时间的使用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松动了，而超声波按键呢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但我还是要说，实体的爽，触感震动一定要打开的啊，它会自动识别游戏场景，比如吃鸡中的跳伞、开枪等都会触发震动，而且效果很棒啊！毕竟两个对称 X 轴线性马达摆在这里，导致我经常看不到敌人都要打一枪就爽一下。扬声器方面，业界最大的 0.65 毫米超大振幅的正面出音系统，握持不容易遮挡。都说小米10 Pro 是音乐手机，音质好不好？咱们实际对比一下。拯救者中出式的升降自拍摄像头，虽然你们都调侃我为武汉吴彦祖啊，是吧？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在弹幕上啊。但是呢，我也不会自恋到打游戏的时候还开摄像头欣赏自己的美貌。最需要这个功能呢，应该就是主播这类人啊，他们想要实现这个边打游戏边看到画面的这种操作呢，之前都需要多个设备、数个步骤才能实现，现在一台手机就可以搞定了，确实服务了这类人群。续航方面，拯救者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中胜于69%，可能是早期软件版本的原因啊，仅高于 S12，拿下了倒数第2名啊，这个结果肯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说有144赫兹的高刷，但是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只比 S12强一点，确实说不过去。为公平比较，我们又拿出120赫兹及以上机型进行对比，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中，拯救者 Pro 胜于28%的电量，仅高于三星的 S20 22%和 Find X2 Pro 2K 的26%。可后两者的电池才4200毫安时左右啊，总体而言续航还稍有拉胯，希望后期赶紧优化啊。对比一下 LG 3小时胜于76%，5小时胜于42%，作为一台6000毫安时的手机，这个排名也一般啊。不过我们也算是有预期的，因为游戏手机普遍性能调教的非常激进，单论续航的话，普遍水平都一般。续航不给力，充电下功夫，在拯救者的双数据线加持下，算90瓦快充吧。半小时充入电量99%，从0充至100%用时31分钟，仅次于 OPPO 的两兄弟。LG 3的30瓦传统单口充满则需要99分钟，就表现平平了。不过特别说明一下，我们日常使用拯救者的过程之中呢，还是觉得双线非常麻烦。除非是应急啊，大部分时间呢还都是单线，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充满。但不管怎么说，双电芯加双充电口这个鬼才设计，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清奇思路。游戏画质的精美，内靠硬件支持，外靠屏幕展现。虽然这两台手机都是144赫兹的 A 屏，但排列却都非常拉胯，用的都是最差的 Delta 排列。仔细看呢，还有些许大鼓励的感觉，不过日常使用中呢，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屏幕素质上，拯救者有标准、自然、鲜艳3种模式，分别对应了 sRGB 和 P3 色域。标准和自然模式下呢，都是 sRGB 的，色准表现优异。144赫兹和90赫兹下呢，都可以控制在2.0以内。而一旦切换到鲜艳模式下，虽然可以达到99.7%的 P3 色域，但是色彩偏离度表现就要差不少了，在4.5左右。我们对比一下，和顶级旗舰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很多小伙伴问啊，为什么这么专业的游戏手机，这个 LG 和拯救者，它们的屏幕却都采用了 Delta 排列？确实啊，作为专业游戏手机，堆料是大前提。可是目前供应链里还没有144赫兹的高刷顶级钻排屏，或者说有也不可能卖给你啊。那么厂商呢就要面临选择了，你是要90或者说120赫兹的好一些排列的屏幕，还是144赫兹差一点排列的屏幕呢？从成本、定位、量产和营销各个角度综合评估一下，厂商都会选择144赫兹，因为用户对于数字更加敏感，感知也更强。这个假如拯救者用的是90或者说120赫兹的，那么在宣传营销这个层面，这一波肯定要弱 LG 一筹。因为只有咱们这种少数深度玩家才知道、才明白排列是怎么回事儿。当然，这并不是给他们找理由啊，只是说每个产品呢都是综合考量的结果，它绝对不是只卖给一小撮人的。LG 今年的 ID 设计最为明显了，在消费者角度呢，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价格、数字这些都是最为敏感的。跟大家说这些呢，就是让大家吃瓜也要吃一个明白瓜。拍照方面，拯救者 LG3、黑鲨3 Pro 再加一台非游戏手机小米10 Pro 进行对比。游戏手机啊，我们知道大家在这块呢都没啥太高期待，所以直接说结果。黑鲨在默认模式下色彩比较讨好眼球，但总体解析力不强。这个拯救者中规中矩，实在是没啥特点。LG3在目前的软件版本下，相对于其他机器出现测光不准的情况比较多，总体色彩比较真实风格。小米10 Pro 自然是综合表现最佳，其余3家呢算是各有胜负。搭载 MX686 的 LG3。本来以为会更好一点，但目前软件版本表现有待提高。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对比时呢难免会带入一些主观性啊。如果你有不同的喜好，请记住，一定是你对啊。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拯救者”这3个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另外，联想拯救者 Pro 由于后置镜头过于接近机身的中部啊，这个拍照时候非常容易把手指给拍进去，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系统方面，拯救者搭载的是 ZUI，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啊，大的方面没啥问题，但是小毛病也有一些。游戏手机也是手机，日常基础使用感受同样很重要。主流的深夜模式、云同步、应用商店等等生态软件及其功能它都有。小窗模式相对其他家呢实用性不高，这个深夜模式和应用呢也都适配，但是自带的浏览器却不可以。浏览器还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软件啊，期待后续跟进。看完前面的视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从硬件方面啊，拯救者这台机器就是奔着横屏去的，甚至连开机动画都是横屏的。官方也对内部进行了各种横屏适配，但是目前的适配度有限，相对主流 OS 呢，有些功能上呢还有一些小不完善，比如它还没有主题商店。我们体验了一段时间，总结起来就是能用，但是如果你从日常的角度出发的话，对比一下什么米 UI 啊，或者说是 ColorOS 啊，可玩性和美观度并不太够。总结，拯救者这台机器虽然在系统、续航等等方面都有一些短板，但是在设计创新方面，它让我们看到了游戏手机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竟然还能这么玩。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双 XL 的线性马达，真的是非常酥麻。这个顶级性能3499的起售价格，如果是游戏玩家，确实是非常香的。不过我们还是想说，拯救者这台机器一切都是从游戏出发，忽略并妥协了很多日常使用场景，而LG 这边呢，正好相反，到了第3代，照顾了很多日常使用场景。怎么选择，就看你每天玩游戏玩多久了。弹幕可以走一波，2个小时、4个小时，还是打一整天。现在手机人人都有，手机随时随地的多场景使用呢，不需要键盘鼠标，有更低的学习成本。相较于 PC 也有更多的选择以及更优惠的价格，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人接触游戏的契机都是通过手机。游戏也是我们娱乐生活必不可缺的方式啊！随着苹果这边推出了 Apple Arcade 的服务，以及主宰世界任天堂的加入，加上移动端芯片性能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高质量游戏正在像浪潮一样啊，一波接着一波。大的存量市场下，小众的游戏手机市场还真有一些机会，就看哪一家好好做了。至于如何在休闲娱乐和工作学习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不仅需要各方面外在的因素进行引导，也更需要我们内在一颗自律的心。合理游戏，健康生活。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这些机器的实测数据呢，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赶紧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不过认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